幼年就离开母亲的穆罕默德，很早就知道自己的人生是一场战斗。这场孤独的战斗绝不允许有一丝软弱。相比已经印象模糊的亲生母亲，继母马拉更像一个朋友。她指着天空中血红的月亮，告诉穆罕默德，传说血月的出现是预示会发生重大变革，给那些身处绝望逆境中的人带来运气。也许他会在穆罕默德需要的时候出现。穆罕默德第一次看到血月，他没想到继母这一句戏言竟然在多年之后一语中的。故事开始于14世纪初，一个由安纳托利亚军阀和突厥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新兴帝国奥斯曼正在快速的发展。1451年，第6任苏丹穆拉德二世去世，奥斯曼帝国将迎来第7任苏丹继位。穆拉德的儿子中最被老苏丹器重的是排行老3的儿子穆罕默德。此刻，这个19岁的少年正担任爱琴海地区的马尼萨省的省长。几年来，他一直被丢在这里，无人问津。野心勃勃的他希望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征服世界，但却因为无法施展而郁郁寡欢。这一天，亲信扎格诺斯送来了老国王病逝的消息，并声称有传言首相哈利勒正在串通宫廷贵族讨论王位继承人的事。穆罕默德决定立即启程，前往皇城阿德里安堡，争夺曾与自己失之交臂的王位。在奥斯曼帝国初期，王朝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没有既定的王位继承顺序，因此必须依靠足够强大的势力或以决斗的方式夺得王位。当他快马加鞭到达皇宫，身为大维齐尔的哈利勒已经带领众大臣等在大殿门口。大维齐尔相当于首相，哈利勒号称苏丹的右手，深得老皇帝的信任，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新王想要登上王位，第一个难关就是要降服此人，否则就会沦为他的傀儡。这是一场心理博弈，也是一场气势上的角逐。哈利勒示意关上大门，随后张开双臂，做出热情拥抱的姿势。穆罕默德根本不打算接受这个平起平坐的拥抱，他御马向前，居高临下与首相客气寒暄，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身份有别，礼义相疏，自己才是主子啊，别乱了礼法。然后沉着地下马，将手递给对方。文手礼是效忠尊敬的意思，这就僵了哈利勒一军。如果不行礼就是大不敬，甚至是意图谋反，当场就可以被诛杀。如果行礼就等于宣誓效忠。哈利勒瞬间就明白自己已经落了下风，马上跪下宣誓效忠。搞定了障碍，穆罕默德大步来到大殿。当他站在王位前，似乎又看到父亲严厉的面孔，那大声呵斥自己年轻鲁莽的声音犹在耳边。穆罕默德的继母马拉来到他身后，继母是他在皇宫里最重要的盟友，也是最希望他登上皇位的支持者。他宣布穆罕默德的国王身份，而此时穆罕默德并没有被到手的王位冲昏头脑。他很清楚地知道，拥有王位和驾驭它是有天壤之别的，而初登大宝需要一个伟大的功绩来证明自己，巩固地位，而这个功绩就是获得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这个连接亚洲、欧洲、黑海、地中海，处于两海两陆交界处的城市，同时又是连接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城邦的枢纽，它是罗马帝国最后的荣耀，东罗马拜占庭的首都。它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一个战略、商业、文化的交汇地。君士坦丁堡一直都是地中海沿岸最大的城市，它就像镶嵌在2颗蓝宝石和2颗绿宝石之间的一枚璀璨钻石，拥有了它就等于统治了世界。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眼前的朝堂却是分裂严重，以扎格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哈利勒为首的保守派，两派水火不容。就在这时，君士坦丁堡信使带来消息，罗马人要求将质子奥汉王子的安保金提高3倍，否则就将他放回来。奥汉是穆罕默德的叔叔，罗马人的这一招是想在奥斯曼王位交替之时抛出这个棋子，让不满穆罕默德的势力来支持这个皇叔，致使宫廷的混乱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实力。但君士坦丁堡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正好给了穆罕默德一个借口。年轻的苏丹把扎格和哈利勒喊来，在地图上手指一点，宣布在博斯布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修建一个堡垒。博斯布鲁斯海峡是从黑海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必经之路，而在这个位置修建堡垒，就能切断从黑海前来援助君士坦丁堡的所有援军和供给，所以这个堡垒被称为割喉堡。
首相哈利勒当即表示反对，这个堡垒必然会让拜占庭的罗马人恼羞成怒，导致他们联合欧洲盟友一起对抗奥斯曼帝国。年轻的苏丹对此毫不在乎，根本懒得理哈利勒的反对。仅仅用了4个半月，歌喉堡就修建完成。君士坦丁堡果然抗议不断，派出使臣抗议那地方是拜占庭的领土，未经许可私自建设，简直太没礼貌了。穆罕默德听完就直接把使臣赶了出去。对于那些帮助君士坦丁斡旋的顾问，穆罕默德直接取了他们的项上人头送了回去。此时东罗马帝国的国王是君士坦丁11世，面对奥斯曼这个熊孩子的鲁莽之举，大臣们当庭就提议要还以颜色，报仇雪恨。但大公爵卢卡斯提出异议，他认为不能贸然出兵，以拜占庭现在的国力，应当尽可能地维持和平才是生存之道。而且他认为那些欧洲的天主教徒只会趁火打劫。说到这儿就要提到，虽然君士坦丁堡和欧洲都是信仰基督教，区别是君士坦丁堡是信奉东正教，而此时的欧洲是天主教的天下。但在这被伊斯兰国家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必须放下信仰的分歧，他更在乎这座东罗马帝国都城的存亡，于是宣布自己会派人前往梵蒂冈以及欧洲各个王宫，争取获得军事和物资的支持。这番话让众臣贵族们颇受鼓舞。大公爵是拜占庭的首相，卢卡斯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富可敌国。他反对战争是有自己自私的目的的。他的商业帝国几乎从安纳托利亚一直到意大利，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生意将严重受损，所以他不能看着事态发展到那一步，于是安排耳目去联络奥斯曼帝国的老友。这个老友就是大维齐尔、哈里勒。他俩作为敌对2个阵营的首相，竟然沆瀣一气地串通，企图阻止自己的国军开战，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哈里勒告诉卢卡斯，这个年轻的苏丹一直把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偶像，希望创下同样的丰功伟绩。亚历山大从西方启程征服了东方，而穆罕默德则希望从东打到西去。最重要的是，他意志坚定，难以说服。卢卡斯则希望哈利勒能够努力说服苏丹，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争，胜负难定。两人的会面没有逃过继母马拉的眼线，哈利勒通敌的举动让穆罕默德恼羞成怒。马拉在旁劝慰，杀了他不如暂时留着他，利用他的背叛制造一些假消息，迷惑对方不是更好？这个提议让穆罕默德赞赏不已，而且他还想更进一步。深夜召见的传令官吓坏了哈利勒，他强装镇定地带了一包金币来见年轻的苏丹，声称这是深夜召见的礼物。穆罕默德笑着拒绝了金子，他告诉一脸惨白的哈利勒，自己梦到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拿到了一个红苹果。他认为这个梦是真主给的启示，君士坦丁堡是真主赐予自己的礼物。说完，穆罕默德握住老师的手，一脸真诚地恳求他帮助自己一同完成这个梦想。这一番操作彻底打消了哈利勒害怕暴露的担心，自以为依然是苏丹信任的大维齐尔。无法想象一个年纪轻轻的苏丹竟然有这样的城府和手段。接下来的奥斯曼帝国就进入了举国备战的状态，短短6个月就集结了8万人的大军，并迅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外仅存的几个罗马前哨站，将君士坦丁堡变成一座孤城。同时，穆罕默德还在积极准备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火炮商奥班给苏丹带来了自己新研制的8米长的巨炮，炮弹直径能达到2.5米，射程1.6公里。在1451年，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巨型武器，不过它也价格不菲，1万达克特金币相当于35.6公斤黄金一台的报价。穆罕默德微微一笑，声称只要这炮可以打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自己愿意付4倍的价格购买。但3个月内就要看到现货。早期的枪支火炮因为制造工艺和维护方法不当，特别容易炸膛。所谓大炮就是一根金属管子，在里面装入一团火药，然后点燃。所以原地爆炸的可能性和在敌人面前爆炸是一样的。而它发射时，山崩地裂的响声能吓晕牲口，让孕妇早产。这时，君士坦丁堡也准备了自己的秘密武器，那是一支来自热那亚的雇佣兵。队长乔凡尼是个号称守城专家、海盗、逃犯、佣兵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的出场费是一座富饶的小岛，
利姆诺斯岛。1543年，一切就绪的21岁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带着他的奥斯曼大军展开了238公里的跋涉，前往他们的梦想之都君士坦丁堡。这是一支拥有统一指挥的西征大军，在当时的巴尔干半岛，几乎没有国家能阻止这支奥斯曼人的西征大军。而在这支军队中，最精锐的是耶尼切里军团。军团士兵全部出自于被奴役的基督教奴隶家庭，孩子自小被集中起来改信伊斯兰教，并接受统一训练的精英特种兵部队。这是14世纪欧洲第一支国家常备军。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在复活节，也就是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一天，抵达君士坦丁堡郊区。当君士坦丁的市民和士兵站在城墙内往外眺望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由8万人组成的奥斯曼大军，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中100多艘奥斯曼战舰。穆罕默德的旗帜把君士坦丁堡团团围住，在地中海的微风吹拂下精神抖擞地飘扬着。这是自罗马大军征战后1000多年来再未出现过的景象。无法想象君士坦丁11世皇帝站在墙头，面对这一景象时，心情是何等的惶恐和沮丧。而此时的穆罕默德，这位年仅21岁的年轻苏丹，站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又是怎样的心情呢？这里是包括他的父亲在内，前后23支大军驻扎过的地方，他们都试图占领这座城市，但都以失败告终，成为历史画卷里的一幅草图。而此时，他和他的大军也在同一地点驻扎，面对同样的战场和梦想，而结局不得而知。4月6日，穆罕默德向君士坦丁堡发出了劝降书，而劝降书中要求跪地称臣的要求，是1100年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皇帝所无法接受的。于是战争正式开始。穆罕默德一声令下，巨炮齐发。巨炮齐发，响声震天。硝烟中的穆罕默德仿佛回到了10年前。11岁的他跟随父亲站在这个地方，眺望君士坦丁堡巍峨的城墙。父亲指着那连绵不断、固若金汤的墙壁，告诉他，正是这些城墙挡住了所有企图攻城的军队，包括自己。少年问父亲如何能拆掉它，父亲沮丧地表示，现在没有任何武器能够拆掉这样的铜墙铁壁。少年幼稚地夸下海口，在自己成为苏丹后，一定会拆掉这面墙，占领这座城。这个场景在穆罕默德眼前重演，自己的誓言在耳旁回荡。4月的君士坦丁堡外彻夜轰鸣，响声震天，约70门大炮昼夜不停地发起攻击，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在火炮下石渣飞溅，烟尘四起。城墙上的众人只能靠信仰支撑信心。守城的任务落在时任守城统帅热那亚佣兵乔凡尼身上。君士坦丁堡的士兵加上他带来的佣兵，勉强凑了8000多人。他们必须防御22.5公里的城墙，抵御10倍兵力的奥斯曼人。所以这次战争，城墙才是主角。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是由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公元400多年时建设的，是当时最坚固的建筑，已经屹立了1100多年。在当时，君士坦丁堡这面墙几乎不可能有人穿越。奥斯曼人从正面攻击，拆墙是唯一的办法。大炮是拆墙的关键，而那台8米长的乌尔班巨炮就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它需要几百头牛拖入战场，200多名士兵在旁服务。它拥有20厘米宽的铜壁，炮弹重达半吨。为了铸造它，几乎把巴尔干半岛大部分教堂的钟都拿来熔成了原料。这门巨炮由它的制造者匈牙利武器制造商奥班父子负责操作维护。它每发射一次需要冷却3个小时，如果使用太频繁，炮管就会出现裂纹，裂纹越来越大，就有可能原地爆炸。守城专家乔凡尼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炮群和巨炮，他凭经验安排人把倒塌的碎石重新垒在城墙的缺口，这样做很有效。松散堆砌的土石堆能吸收炮弹的冲击力，更难以瓦解。持续6天6夜的炮轰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虽然受损，但依然屹立不倒。穆罕默德下令调高炮口，把炮弹对准城墙里面攻击。乔凡尼决定出城突袭，让奥斯曼人不要打得太轻松。这些分散突击可以让奥斯曼军队遭遇措手不及的损失。
疲于应付而减缓火炮的攻击。这样做很需要勇气，因为一旦离开城墙的掩护，佣兵们就彻底暴露在炮弹面前。意大利佣兵的战术是由一些身着铠甲的剑盾兵组成，队形犹如一架坦克推进。这支2000人的职业军人不仅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且战斗技术超高，宛如一台高速运转的绞肉机，让突袭战术非常成功，不停给奥斯曼人造成损失，带来困扰。时间的流逝让穆罕默德压力倍增，攻城的时间越久，就越有可能等来欧洲对君士坦丁堡的援军。他不断催促奥班让巨炮发射，他需要一个缺口，一扇通向胜利的大门。最终在频繁的使用下，乌尔班巨炮终于不堪重负，原地爆炸，同时也把他的制造者奥班一同带走了。巨炮的残骸边一片血肉模糊，尘烟弥漫，死伤无数。生存和死亡只是一步之遥。人在面临死亡时，就会想到最亲爱的人。亲生母亲在穆罕默德的印象中很模糊，幼时就被接走的他离开了母亲。历史对于穆罕默德的生母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像一个谜一样无法追溯。它是穆罕默德至死都深藏内心的秘密。当年幼的穆罕默德孤身来到皇宫，塞尔维亚公主马拉是苏丹的第3任妻子，没有子嗣的马拉就成了穆罕默德的继母。从此在这个冷酷的皇宫里，两人相依为命，继母对他照顾有加，穆罕默德也称她为母亲。父亲对穆罕默德很严厉，两人的关系并不亲近，与其说是父子，其实更像君臣。穆罕默德有2个哥哥，在他被接来皇宫前都先后死了。自小他便被当作未来的苏丹培养，师从当地的著名学者，学习文学、历史和哲学，阅读来自波斯、希腊、罗马的文学历史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2岁他就掌握了多国语言，并精通其中的5种。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记录，以及罗马著名统帅们的战绩。他是个叛逆的孩子，常常因为不服从管教而挨打。从小与奸学的大维齐尔哈利勒关系就很差。穆罕默德12岁时，老苏丹穆拉德2世退位，穆罕默德成为少年天子。可他刚继位就遭遇了巨大的战争威胁。匈牙利国王联合教宗拜占庭和威尼斯联合组织十字军东征，打到了奥斯曼帝国重镇瓦尔纳。而作为奥斯曼帝国精英部队的耶尼切里军团又发生了政变，于是仅仅在任2年时间就被废除。父亲穆拉德2世复位，被收走王位的少年穆罕默德怒气中烧，心怀不甘。他迁怒于哈利勒，认为是他在背后捣鬼。这次挫败对年轻的穆罕默德2世来说是一次惨痛的经历，前世今生涌上心头。那句少年口中的誓言，无论是宿命还是诅咒，都必须起身面对。穆罕默德清醒了过来。第13天，在失去了主力巨炮后，攻城的压力越来越大。相比当年老苏丹穆拉德2世围城3个月铩羽而归，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擅长速战速决的奥斯曼士兵不擅长拉锯战，当士气消磨殆尽，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于是穆罕默德决定进攻。夜幕将临之时，穆罕默德鼓舞着自己的军队。这是一场志在必得的战斗，是维护荣誉、义雪前耻的战斗。这座墙无法阻止奥斯曼人的脚步，这座城更无法阻止真主的旨意。它煽动着军队的士气。奥斯曼人响彻天际的呐喊声震撼着君士坦丁堡内皇帝和众臣的敏感神经。大公爵卢卡斯劝皇帝投降，脸色惨白的君士坦丁11世皇帝无法接受自己成为末代皇帝的结局。生命和荣誉孰轻孰重，这是每一个被命运推到如此情景的国王将要面临的单选题。君士坦丁11世还有时间思考，但所剩不多了。看着城墙外奥斯曼大军在阵前点起的红红火堆，如星火燎原般染红了天际，音乐声震天动地，仿佛在提前庆祝胜利。这场声势浩大的心理战让君士坦丁堡陷入一片末日般的恐慌绝望中。君士坦丁堡的守军只是奥斯曼人的1/10。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坚强的统帅乔凡尼安排守军在护城河岸阻击奥斯曼人。进攻开始，奥斯曼的箭雨照亮阵地，
打头阵的是最精锐的耶尼切里军团，他们的装备是较轻的锁甲，攻击优点是轻便敏捷，但武器是长矛和弓箭。意大利佣兵穿的是厚钢盔甲，挥舞双手剑。这轮正面攻击，意大利佣兵大胜，砍瓜切菜一般杀了几百人，将奥斯曼人击退，而2000佣兵全身而退。当乔凡尼满身血污地带着全员士兵，不损一兵一毫地回到了城内时，这个极具人格魅力的统帅已经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精神领袖，守护城市的不二人选。此时看着一地死尸的穆罕默德内心无比郁闷，这场战争必须速战速决，时间不仅会消磨士气，还会给哈利勒为首的反战派可乘之机，更会等来罗马人的援军。祸不单行，来自热那亚的舰队带着援助的军人和物资驶向了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的继母马拉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公主，手段高明，消息灵通，让他在奥斯曼皇庭颇有地位。大战爆发前，穆罕默德前来求见马拉，请求他回到娘家塞尔维亚宫廷去，为自己收集巴尔干半岛的消息。聪明如斯的马拉马上意识到，这个年轻的苏丹已经准备好实现梦想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少不了会牵动诸国的利益。马拉在塞尔维亚的家族所得到的消息，远比待在奥斯曼都城对穆罕默德帮助更大。于是马拉接受了这个决定。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是两面环海，一面陆地，最薄弱的一面是被称为金角湾的海湾。防御措施是一条8米长的大锁链，从雅典卫城拉到热那亚殖民地的加拉塔什塔。如果敌人来犯，就把铁链拉紧，致使船只无法进入。铁链后的战船可以向敌舰开火，而敌舰很难逃跑。如果友方来了，则放下铁链。拜占庭的海军规模不大，仅有不到30支战舰，但躲在铁链后却非常安全。穆罕默德很清楚，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要控制君士坦丁堡外的海域，因此他的126艘战舰就停在金角湾外的海域待命。奥斯曼人一直擅长地面军队，海军是弱项。为了这场战争，穆罕默德在海军投入重金。他早就料到罗马人来自海上的援军会比陆地上更快。来自热那亚的援助舰队在风势的助力下，2到3天就可以到达金角湾。这是半个月来君士坦丁堡迎来的第一批支援。穆罕默德担心这只是一个开始。前一晚攻击的惨败让年轻的苏丹脸上痛感十足。这次是来自海上的威胁，对方只有4艘船，而自己有126艘。苏丹向海军指挥巴尔塔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不能让这4艘船进入金角湾，否则自己将颜面尽失。指挥官巴尔塔是从耶尼切里军团获得荣誉后提升的将领，他手持一把利斧，勇猛凶狠。但这次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经验丰富的热那亚舰船，还要面对马尔马拉海那变幻莫测的海风和洋流。这是4艘由教宗派出的舰船，拉着满满的补给和士兵赶来。当他们驶入马尔马拉海，迎面就碰上了封锁海面的奥斯曼海军。君士坦丁的皇帝、贵族和市民一起扒在城头，热切地期盼着这几艘10字帆飘扬的支援。虽然只有寥寥4艘，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是一个希望。基督教的世界并没有抛弃君士坦丁堡，但30倍的奥斯曼军舰如同一头巨兽，张着血盆大口，等待吞没这个仅存的希望之火。同为热那亚的佣兵乔凡尼对自己国家的舰船再熟悉不过了，他信心十足地在旁安慰皇帝：瓜子儿、椅子准备好了，您且安心看表演吧。此时同样站在水边瞭望的穆罕默德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庞大舰队，意气风发，嘴角不禁轻蔑的一扬。区4艘船，晚饭前就能结束战斗吧。陆地那头的战斗看似在僵持，表面的平静下却是暗波涌动。墙太硬打不过去，那就钻过去。奥斯曼人的挖掘小队正在地下努力地挖掘，试图在一段城墙下挖出无数的隧道，然后炸毁城墙。这是一支由数百名塞尔维亚采银矿工组成的挖掘队。这种看起来笨拙又费劲的战术，对君士坦丁堡的防御体系来说毫不新鲜。
罗马人早就准备应对此计的策略，那就是苏格兰人约翰·格兰特。纵观历史，苏格兰人真是不错过任何一场战争，所有伟大的战争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一次也毫不例外。约翰·格兰特的工作是防止有人挖洞，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提一桶水放在地上，观察上面的水纹以判断地下的动静。他运气不错，及时发现了奥斯曼人的挖掘行动，挖出了那些隧道，并用以石油为原料制造的希腊之火点燃了隧道，阻止了奥斯曼人的地下阴谋。海上的阻击战还在继续，奥斯曼舰队的船是小桨船，主要靠人力划桨努力加快速度，以跟上制造技术更先进、速度也更快的热那亚的盖伦帆船，以确保让敌舰进入弓箭手的射程范围内。奥斯曼人运气不错，海风渐渐减弱，靠海风为主要动力的盖伦帆船的速度开始减缓，终于进入了奥斯曼人的射程。巴尔塔看到时机已到，大喊射箭，箭矢带着火纷纷射入热那亚的舰船，一瞬间火光四起。巴尔塔命令快速划船以接近敌舰，便于登船。为了一同抗击奥斯曼人的进攻，热那亚援军把4艘盖伦帆船连在了一起，方便稳定并联防联攻。奥斯曼人的小桨船身材矮小，船身高大的盖伦船给奥斯曼人登船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在攀爬中死伤无数。就在这时，马尔马拉的海风再次吹起，统帅巴尔塔身受重伤，奥斯曼人错失良机。海风把拥有巨大帆船的4艘船舰快速推离了战场，奔向金角湾。这场战斗让君士坦丁堡一片振奋，大开宴席迎接援助，庆祝胜利。就在大家狂欢之时，大公爵卢卡斯大煞风景地跳出来劝皇帝投降。援助使者及时解围，君士坦丁皇帝也没有计较。在这个充满幸运的夜晚，希望之光再次熊熊燃烧在他的心里。100多艘奥斯曼战船都无法阻止4艘热那亚补给船，这让穆罕默德怒不可遏。他恨不得把巴尔塔碎尸万段，首相哈利勒及时阻止，并且其他统帅一一为他讲话。最终，穆罕默德留了他的性命。2次受挫让奥斯曼军队士气消沉，首相哈利勒开始试图说服穆罕默德与君士坦丁堡和谈。他认为，虽然进攻受挫，但威胁已经造成，这时候谈什么条件，君士坦丁皇帝都会接受。这时，穆罕默德收到了来自继母马拉的书信。回到塞尔维亚的继母马拉依然关心着穆罕默德的战事。当他知道进攻僵持不下，倍感担心，而他发现塞尔维亚将军正在试图说服自己的父亲国王，准备趁火打劫出兵攻打奥斯曼时，他马上写信将消息传递给了穆罕默德。眼前的战事看起来非常的被动，但丝毫没有动摇年轻苏丹的固执。他草草回复哈利勒自己会考虑和谈，但转身就喊着亲信扎格诺斯回帐篷私聊。大公爵卢卡斯终于坐不住了，他认为现在是和谈最好的机会，但君士坦丁11世正在援助的激动中不肯接受。他威逼利诱地从女仆嘴里套出了出城的密道，偷偷来到了奥斯曼军队驻扎地。运气不错，被巡逻的卫兵抓到后，直接送到了老朋友哈利勒的营帐。卢卡斯告诉老友自己是来讨论停战条款的。他告诉哈利勒，这个时机正好，狂妄的年轻苏丹在接连受挫后能让他看清事实，再僵持下去只会等到大量的援军到达，奥斯曼帝国将面临惨败，所以最好现在见好就收。可他万万没料到的是，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拥有的不仅仅是固执，他的固执是有非凡的实力为基础的。此时的穆罕默德正在帐篷里反复思考着整个战局和父亲的忠告。
This will be yours again. It is your mind that will win the fight. 忽然，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一个出人意料的、充满非凡想象力的计划。To move the Navy overland. 君士坦丁堡获得了短暂的平静，2次胜利加之传言教宗即将派遣40艘支援船即将出发的消息，令大家一扫多日的灰暗心情，纷纷走出家门。城市里竟然恢复了一些往日的生气，但贵族和富商都纷纷地乘船逃离了。离开君士坦丁堡的船票一票难求，统帅乔凡尼的情人也希望乔凡尼带自己逃离这里，甚至出钱都可以，这让乔凡尼颇感泄气，声称自己不会离开君士坦丁堡，除非获得最终的胜利。在围城的第3周，正面城墙无法攻破，战场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穆罕默德决定攻击君士坦丁堡位于金角湾的侧墙。这面墙依赖于海湾中的军舰和铁链的保护，所以是君士坦丁堡最薄弱的一面墙。穆罕默德的计划是从陆上将一半的舰船移到金角湾，这就需要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侧修建一条陆路，绕过位于热那亚殖民地上的加拉塔什塔，进入金角湾。这是一片占地2.4公里的森林。奥斯曼人要做的就是将树木伐倒，铺成轨道，浇上油，把船拖过去。相较于上战场而言，伐树修路的体力活对于奥斯曼人更容易应付，所以这件事的成败就在于是否能出其不意了。而此时的奥斯曼军队里各种谣言四起，大家都担心热那亚支援船舰正在集结赶来，以及匈牙利的援军也已经启程等等。大维齐尔哈利勒早早的就等在穆罕默德的营帐里，以此为理由向年轻的苏丹建议和谈，并称自己的耳目也提供了相同的信息。穆罕默德满不在乎的3言2语就把他打发走了。年轻的苏丹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这个秘密计划，他很清楚这个计划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旦暴露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行动。于是，一边是伐木运船的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另一边，穆罕默德召见了加拉塔地区的热那亚省长，他抽出刀摆弄着，直言不讳地警告对方，这几天如果有关于奥斯曼人的任何消息，都不许传给罗马人，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热那亚省长擦着汗答应着。热那亚人拥有不挣钱勿宁死的商业信仰，几乎所有热那亚人都忙着经商，而且都是跨国贸易，从中世纪起就致力于推动全球化发展。他们对宗教不感兴趣，崇尚个人主义，家族式经营，只要能挣钱的事儿，他们都勇于尝试。所以对于眼前的战争，他们努力地支持着和帮助敌对的双方，白天为奥斯曼军队出售各种物资，晚上又去替君士坦丁堡搬砖垒墙，不懈余力地讨好双方，同时贩卖情报。穆罕默德深知热那亚人的特点，只是单纯的警告是起不到效果的，还需要用事实敲打一下他们。于是他命令火炮向加拉塔上空开炮，攻击停在金角湾里的舰船。这里不仅有罗马人的军舰，还有无数热那亚人的商船。这个举动不仅可以掩护砍树运船产生的动静，也可以向热那亚人施压。塞尔维亚的继母马拉发现父亲与匈牙利密谋出兵的计划正在积极筹备，终于忍不住向父亲提出警告。这个年轻的苏丹并不是软柿子，小心被人利用惹祸上身。父亲听完警告，不动声色地表示，女儿亲奥斯曼的态度让人担心，不如考虑再寻一个丈夫嫁了吧。这一句话瞬间让马拉脸色一变，转身而去。穆罕默德的营帐里，热那亚省长很快又来求见，小心翼翼地抱怨着火炮击沉了热那亚商船，以及头顶飞过的炮弹让村民们惶恐不安。年轻的苏丹笑着告诉他，金角湾是敌人的阵地，不想被击沉就别停在那里，停止炮轰的代价就是让所有热那亚人必须闭嘴。说着，他搂着吓得不轻的热那亚省长，告诉他，当自己拿下君士坦丁堡，大家就是比邻而居了，所以加拉塔地区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扭头看着热那亚省长惨白的脸，
穆罕默德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给热那亚人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背叛自己。几天后，当君士坦丁堡的守城哨兵突然发现了奥斯曼人的船舰空降在金角湾时，他们惶恐地拉响了警钟，钟声响彻城市，打断了君士坦丁皇帝和大臣们的祈祷。当他们来到城墙上，错愕地发现金角湾里停满了奥斯曼人的船舰。这时，穆罕默德命令把大炮全都移到海湾边，向君士坦丁堡的侧墙开炮。这一局面让整个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彻底被动了。本来就守军不足，现在又增加了6公里的海湾城墙要守护。同时，即便救援舰队来了，也再也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停靠。君士坦丁堡真的成了死城。对此，君士坦丁11世皇帝急忙召开紧急会议。乔凡尼认为，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兵击船对方的舰船，否则就只能等死了。众人都支持这个想法，但这个风险极大的突袭计划必须非常谨慎严密和出其不意。奥斯曼人对金角湾的突袭和近距离的炮轰让君士坦丁堡再次陷入混乱，杀戮和死亡的噩梦再次降临。也许等不到援军就会被奥斯曼人攻破城池的恐惧让所有人陷入了绝望。大公爵卢卡斯的手下一直为其送信的宫女安娜请求主人能够救救大家，但卢卡斯告诉他，现在的局势已无药可救了，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于是这个小女仆决定尽自己的力量拯救一城的人。她偷偷地从密道跑出城，被奥斯曼人抓住，送入了年轻苏丹的营帐。他大胆地告诉苏丹，自己带来一个消息，希望能够用这个消息换取苏丹退兵，或者换取苏丹在攻下城市后的仁慈。苏丹默许了他。君士坦丁堡的突袭计划很快被敲定，由威尼斯海军军官可可带领。这时，热那亚省长也提出要参加，但他以各种借口拖延着，从而将突袭的时间拖延了好几天。围城的第23天，突袭奥斯曼战舰的活动在晚上展开，希腊火被搬上了小船，准备就绪。指挥官可可嘱托乔凡尼给自己的家人带去信物。突袭开始了，几艘小船在夜色的隐蔽下悄悄驶入金角湾。岸上传来邦克召唤声，穆罕默德和所有奥斯曼人正在做礼拜。君士坦丁11世和乔凡尼在墙头紧张地观望着战局。正当小船靠近奥斯曼战船时，可可突然发现岸边伪装的大炮，顿感不妙，大喊停止攻击。但为时已晚，那些伪装的大炮火光四射，炮弹和箭雨一时间笼罩了水面。奥斯曼人的呐喊声让君士坦丁皇帝和乔凡尼大呼中埋伏了。原来是热那亚人偷偷向穆罕默德报了信，并拖延了进攻时间，以方便奥斯曼人设下埋伏。水面上的突袭小船上成堆的希腊火被飞来的箭矢点燃，熊熊烈火瞬间将其吞没。罗马人突袭奥斯曼失败的小船被焚烧殆尽，冲到海边的幸存者也被奥斯曼人不留活口的屠杀。君士坦丁堡损失了200名士兵。奥斯曼人这场侮辱性极强的反突袭让双方再无和谈的可能，战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最后阶段。热那亚省长的背叛让大公爵卢卡斯对天主教徒唾弃无比，这让同为热那亚人的乔凡尼颇为不满。两人当庭争执起来，君士坦丁11世喝停了两人，他坚定地否决了卢卡斯的投降建议，认为一定会有援军。为此，他将派人去寻找传言中的海上支援。君士坦丁11世背负着这1100年的帝国宿命，身上流淌着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的血脉。但现在，他不仅要鼓起勇气面对奥斯曼人源源不断的进攻，还要面对关于帝国的预言而带来的心理阴影。预言说，君士坦丁堡是安娜皇后生的名为君士坦丁的国王所建立，因此他也必然在一个安娜皇后所生的名为君士坦丁的国王手里灭亡。此时君士坦丁11世的母亲刚好就叫安娜。这个预言本来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信口开河，
但恐惧焦虑让人相信这种预言。君士坦丁11世也为此忐忑不安。守城统帅乔凡尼则是行动派，直接就把告密的热那亚省长送去了地狱。接下去的时间，奥斯曼人不断地发起进攻。君士坦丁的城墙虽然受损严重，但依然屹立不倒。乔凡尼带领着一众佣兵，坚强地抵抗着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让奥斯曼人不断地损兵折将，却无法更进一步。鏖战让双方都进入了疲惫的状态。为了打破僵局，扎格诺斯提出自己去找乔凡尼单挑的提议，被穆罕默德拒绝了。穆罕默德决定自己去会一会这个传奇的统帅。年轻的苏丹举着白旗前往君士坦丁堡大门外，高喊着乔凡尼的名字。乔凡尼打开门，来到穆罕默德眼前。年轻的苏丹对乔凡尼的英勇大加赞赏，然后话锋一转，认为无论多英勇，站错边就是投入一场永远无法胜利的战斗。而且作为佣兵，崇尚的是价高者得。罗马皇帝出价是一座岛，而自己承诺的是爱琴海群岛的省长，而且不需要缴税。这次突如其来的会面让城头上的守军异常紧张，甚至君士坦丁堡皇帝都惶惶不安。只要乔凡尼一松口，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了，罗马帝国也就可以宣告灭亡了。而乔凡尼的回复是，如果要结束战争，那自己现在就取了苏丹的脑袋，不是来得更快？穆罕默德意味深长的一笑，留下时间给他思考，日落前给出答复都算数。说完就匆匆上马离去。回到皇宫的乔凡尼被大公爵卢卡斯追问，乔凡尼说出了苏丹的来意，优厚的条件令卢卡斯沉默了。他多么希望得到这样的交换条件。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谁不动心呢？乔凡尼甚至一度想要带着情人一起离开这血腥的战场，一个简单的决定就能开启一场完全不同的人生。乔凡尼站在城头上，看着奥斯曼近在咫尺的萤火，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坚持为自己的承诺和荣誉而战，并为之战斗到底。鏖战让双方陷入无尽的仇恨和痛苦中，双方开始报复性的虐杀战俘。战争已经让人变成了残忍的野兽，宫女安娜却悲悯地救了一个身负重伤的战俘，将其藏在了密道里。360度无死角的围城让君士坦丁堡的情况越来越糟，食物和生活物资越来越紧张，整个城市的人心惶惶。更要命的是，国王已经拿不出钱支付佣兵和各项后勤维护所需，佣兵们提出见不到钱就不再战斗，这让大公爵卢卡斯怒不可斥。他指责佣兵就是吸血鬼。可笑的是，腰缠万贯的他却在这存亡之际都不肯拿出哪怕半个金币来，却伪善地指责佣兵趁火打劫。当有大臣指出大公爵难道不肯拿出9牛1毛来救急时，卢卡斯却两手一摊，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铁公鸡样。君士坦丁11世很清楚，这场战争已经耗光了本来就不富裕的皇室，现在只能号召教会支持了。于是一声令下，教会捐出了所有的金器银器，甚至连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物都拿出来熔成了金币，以解眼前的困境。突尼斯人终于组建了一支大规模的舰队，准备支援君士坦丁堡，而这个消息迅速地传到了穆罕默德的耳中。如果这支舰队赶到，那么失败就是必然的结果。苏丹不甘心地质问着大臣们，他认为这些信誓旦旦的家伙没有一个人是为这场战争拼尽全力的。他什么解释都听不进去，大发雷霆地喝退了众人。大维齐尔·哈利勒没有离开，他直言事实证明自己提出和谈的建议是正确的。落到如此局面，是穆罕默德少年狂妄不肯接受。不过这时候提出停战也为时不晚，君士坦丁堡迟早能攻下来，但现在时机不对，军队已经太疲惫了，回去休整一下再回来会更容易成功。这番话听起来那么有道理，但穆罕默德全身的毛孔都在拒绝着这个提议。人在身处困境无法自拔时，很容易选择逃避退步。年轻的苏丹要面对现实，理性让他选择哈利勒的建议。哈利勒义得圆满地喜提圣旨，转身下去起草停战协议。
援助舰队的消息也传到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大家振奋不已。只需要再坚持6天，援助的舰队就能到了。乔凡尼坚决地告诉皇帝，自己能守6天。皇帝安排所有人倾尽所能，都要支持乔凡尼的战斗。就在穆罕默德陷入低谷之时，传令官带来了继母马拉亲临战场的消息。穆罕默德驾马迎了出去。马拉此行是为了亲自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个占卜师占卜到了胜利的预言。他告诉穆罕默德不能退兵，血月将至，那个古老的传说即将为战局带来巨大的转机。穆罕默德望向天空中渐渐泛红的月亮，这个奥斯曼人尽皆知的传说将是一个上天赋予的机会。他策马返回营地，已经起草好停战协议的哈利勒正等在营帐旁。穆罕默德拒绝了协议，转身用血月的传说鼓励着众人。血月是个预示，预示着奥斯曼人的胜利即将到来。而此时，君士坦丁堡城内的众人也发现月亮的变化。君士坦丁堡将在月食后陷落的预言再次传播起来。第二天清晨，不论哈利勒如何劝说，都无法动摇穆罕默德即将发动总攻的决心。而此时，君士坦丁堡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上出现闪烁的光影。一个不祥的传言再次出现，保护这座城的圣母玛利亚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顶的光影中离开了君士坦丁堡。Allah has abandoned the infidels! 圣罗马诺斯之门将是奥斯曼人主要攻击的位置，因为它周围的城墙已经在连日的轰炸中严重受损。这也是乔凡尼带领守军主要防守的位置。乔凡尼要求君士坦丁堡所有的男人，除了孩子以外，无论老少，一律加入战争，去防守受损不严重的城墙。同时，把金角湾的炮都集中到圣罗马诺斯之门。这时，大公爵卢卡斯跳出来反对，他坚决不让动金角湾的炮，因为这边是离开君士坦丁堡最后的出口了。乔凡尼对大公爵的这点小心机了若指掌，同时也对这种心心念念想着逃跑的懦夫感到愤怒至极。大公爵嘴上还在狡辩道，不挪炮是因为自己不愿被一个天主教徒驱使。乔凡尼一把揪住他，威胁道，等战争结束后一起算总账。坏消息接踵而至，出去找救援船的卫兵回来了，悲哀地告诉皇帝，威尼斯的救援船舰毫无踪迹。这意味着哪怕真的有救援船，最快也要1周之后才有可能到达。被奥斯曼人围困的将近2个月中，君士坦丁堡只等来了4艘热那亚救援船，而且还是在要求改信天主教的条件下。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堡已经被欧洲无情地抛弃了。5月29日凌晨，炮声隆隆响起。这座由君士坦丁大帝建立的城市，经历了1000年的风雨侵蚀，都屹立不倒。它是帝国文明和基督教在这个战争不断、权力更迭的世界中几乎不曾间断过的叙事。君士坦丁11世在面对这个无法逃避的宿命时，终于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既然逃无可逃，何不勇敢面对？此时，整个城市硝烟四起。这是离开君士坦丁堡，免于在陷落时被屠戮的最后机会。乔凡尼送走了情人，并承诺若能全身而退，一定会去找他相会。然后他转身来到自己的战友身边，带领大家前往圣罗马诺斯之门外的战场布防。佣兵们知道，这场战争进行到这里，已经不再是钱的事儿，而是关于荣誉和忠诚。面前只有2个结果，胜利或死亡。奥斯曼帝国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在阵前为士兵演讲，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雪耻，为老苏丹没能打下来而雪耻，用杀戮和占领来宣扬成功和勇气，煽动着那些从田间地头征用来的民兵，借用神的旨意给战场披上正义的外袍。另一边，君士坦丁11世站在墙头鼓舞士兵。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界限，是保护基督教世界的最后堡垒。为了信仰，
为了1000多年罗马文明的传承，为了罗马人的荣耀，以配得上祖先的勇气，誓死保卫君士坦丁堡。总攻开始了。奥斯曼人的第一波进攻是由疯子之称，由囚犯异教徒和小部落的志愿军组成的敢死队，基本是用送人头来消耗对方体力的部队。几个小时的屠杀后，第二波才是奥斯曼人的军队。乔凡尼利用小炮装入碎石，装成散弹炮，挡住了2波进攻。城墙外尸横遍野。弹药打光后，乔凡尼带领守军前往战场，砍瓜切菜一样拦住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战斗再次进入了焦灼状态。大量的奥斯曼人冲上前去，只是在不断叠高尸墙的高度，这让穆罕默德开始抓狂。而身边的大维齐尔·哈利勒警告道：“必须停止攻击，撤退休整。”杀红了眼的穆罕默德哪听得进去？他要求继续进攻，哪怕最后一兵一卒都必须冲上去。对他来说，这是一场豪赌。投入那么多人死亡的战争，意味着有多少良田荒芜，有多少羊群无人放牧，损失多少税收，人口的急剧衰退必然造成国力衰弱。只有打下君士坦丁堡，才能挽回这些损失，才能让虎视眈眈的敌对者却步，才能得到一个易守难攻、不可摧毁的安全堡垒，也才能给奥斯曼这个新兴帝国的每一个国民和盟友以信心。所以，眼前同样就2条路，要么胜利，要么衰亡。最后的进攻，穆罕默德亲自带领精英耶尼切里军团发动进攻，已经连续战斗了1天的守军接近力竭。被人海战术消耗了大量的精力，第3轮攻击让他们只能疲于招架，减员严重。乔凡尼不得不赶紧命令撤回城内守城，狭小的城门被撤退的军人挤得水泄不通，大量的奥斯曼人涌向城门，人流让大门难以关闭。焦急时刻，乔凡尼爬上城墙，命令守军快速进门关门。就在这时，一支箭射中了他。乔凡尼身负重伤，再也无法指挥战斗了。2名忠诚的战友跑过来，试图将他脱离战场。守军没了统帅，一时间乱作一团。大门口拥堵的守军被奥斯曼人屠戮殆尽。君士坦丁11世拦住正要离场的乔凡尼，但身受重伤的乔凡尼只能表示抱歉。这一刹那，君士坦丁11世内心一定充满悲凉。每一个末代皇帝都胸怀光复帝国的雄心壮志，但往往都是一个烂摊子等着他收拾，一手必输的烂牌，只剩下在历史中留下惨淡的一笔。如果乔凡尼没有受伤逃跑，如果君士坦丁11世如乔凡尼般智勇双全，武功盖世，也许结局会有不同呢。但历史没有假设，守军一瞬间就溃不成军，奥斯曼人如潮水般冲进了城门。城市里瞬间哀鸿遍野，火光四起。君士坦丁11世看着哨塔上被换上奥斯曼旗帜，知道大势已去。身边的将领悄悄告诉他，此时一艘小船就停在码头，随时等待皇帝离开。但是君士坦丁11世摇摇头，他坚定地告诉手下，我的人民值得我为之牺牲，我不会让他们孤独地死去，我要带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面对死亡。然后他命令属下逃生，并把罗马人英勇战斗的事迹传送出去。嘱咐完，他抽出佩剑，平静地看了一眼如洪水般的奥斯曼军队，然后义无反顾地杀了进去。佣兵队长乔凡尼被同伴带上了船，他看着火光熊熊的君士坦丁堡，这个自己为之战斗了近2个月的城市，在充分展现了个人魅力、战斗能力、指挥能力之后，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了坚守，遗憾地离开了。拜占庭最终也没有等来任何援军，君士坦丁堡陷落，整个城市被屠戮。穆罕默德带着自己的军队大摇大摆地进入城市，他自称凯撒伊朗姆，意为新的罗马凯撒，但被奥斯曼人永远记住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法蒂赫，征服者。
穆罕默德二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登上了豪华宫殿里的王位。大公爵卢卡斯带着一箱子财产前来投诚宣誓效忠。年轻的苏丹看着这个毫发无损的军队最高指挥官，对守城战争一毛不拔的大公爵，背叛自己前任老板的势利小人，直接一挥手让卫兵带出去杀了，财产尽数没收。接着就是大维齐尔·哈利勒，他自知自己将面对新苏丹满满的恶意，以自己忠心侍奉了3代君主，又是穆罕默德老师的身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是主动提出自己愿意接受流放。穆罕默德根本没打算留他，直接招呼人将其拉出去一并砍了。征服者罗马新凯撒，奥斯曼最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终于如愿以偿地占领了这座梦寐以求的地中海钻石君士坦丁堡。接着手一挥，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存在1700年的罗马帝国从此落下帷幕。伊斯坦布尔的名字取代了君士坦丁堡，从此这里成为土耳其的首都。这种用血腥屠戮来结束一个文明和政权的方式，在历史课本里屡见不鲜。他们都以鲜血作为底色，衬托出英雄主义和成王败寇。据史料记载，在本片中却未被提及的屠城和3天大肆掠夺，君士坦丁11世的尸体最后也被人认出，他的头颅被悬挂在城墙上，彰显着奥斯曼人的胜利。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中世纪进入晚期，那些逃离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在欧洲间接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悄悄拉开序幕。好的，本集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耐心观赏。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见。 We begin.